不同人的期末反应，时间过得可真快，这不知不觉就快期末考了。这不同的人遇上期末考肯定会有不一样的表现。学神、学霸和学渣会有什么不同呢？让我们来亲眼看看。先来看看学渣吧。学渣我了解的可多了，毕竟我曾经就是。平时该学习的时候不学习，一个劲儿的玩，练练单干，锻炼身体。我玩跑步机，放松身心。反正就是除了学习什么都干。这运动完了该学习了嘛？当然不是啦，运动完多累呀，得睡一觉先。睡醒之后又到了每天的美食时间，披萨、烧烤、大肉串，这样样都得来2份。吃饱喝足睡够了之后，怎么能够忘了玩会儿电脑玩会儿手机呢？嘿嘿，这大把游戏的日常任务还等着我去做呢。学渣呢，都是等到最后一刻才意识到自己什么都没有学到，这临时抱佛脚开始学习。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，现在火急火燎的翻书，也就只能够给自己一点点的心理安慰啦。唉，我都能够预料到学渣会有什么样的可怜下场了。果不其然，0分。所以说，平时不用功，光靠抱佛脚是没得用的。咱们不要学习学渣，不如去看看这学霸平时是怎么学习的吧。学霸学习那可认真积极啦，一大早就在课室和同学们一起等着上课，而且课堂上学霸也是态度端正，怪不得学习好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嘛。这学霸下课放学后也和学渣不一样，学渣跑去玩，这学霸却跑去图书馆继续学习充实自己。这每多看一本书，这成绩自然就会多增加1分啦。不仅下课去学习哦，就连回家也都在认认真真的做功课，每一份作业都做到了完美。而且学霸和学渣不一样，这学霸不需要临时抱佛脚，所以考前学霸可以好好的睡一大觉，养足精神，第二天精神百倍的去考试。这不直接考了个100分。我们要向学霸好好学习。那学神是比学霸还厉害的。这学神平时是怎么学习的呢？在学神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各种各样有意思的，比方说像天文学之类的研究星球。学神知道一个道理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所以在学习之余，学神还会想办法去旅游，或者去了解世界见闻，见识面广了，各种知识不就手到擒来了嘛。而且学神深受各种老师的喜爱，每个学科的老师都会格外的关照学生，这一步就能够让学生学得更好了嘛。这个时候呢，这学生也和学渣一样，会玩电脑放松一下，但是更多的是利用电脑来查询学习资料。有这份干劲，不知道学生能够考多少分呢？等等，居然直接拿到了名牌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哎呀，真让人羡慕啊！不过学神靠天赋，怎么没多少人能够成为学神？所以我们就得好好的向学霸学习，拒绝成为学渣。